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们就不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这种废话啦。这一期我们桌子上的东西是非常多啊。这个刚刚华为发布的这个 GT 系列的全系手表2个型号，然后还有一个 Runner， 这是它的一个全新的，有点偏向于专业性的手表啊。还有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口红耳机，还有这台大家伙 MateBook E 啊。上次出平板电脑2合1的产品，华为好像是2年前了吧。不过由于时间有限啊，我们这期呢还是设置一个重点啊，也是这个受众量最大的 GT 系列的手表，不管你。我是戴了一段时间啊，这个46毫米的是一个白色的版本。盒子里面是没有充电头，直接给了一个磁吸式的充电器，它这上面是没有任何触点的啊，直接就是真正的磁吸式的。这个42呢，明显是针对女性化做了一些设计。之前的这个双表冠的设计，这个上一代的 GT2 它都变成了单表冠，然后下边这个做成了一个按钮。上一代的表冠是光面的，它可以旋转啊，但是它没有任何功能性，可以放大缩小。然后我们点进一个 App 之后呢，可以上下的。进行滑动啊，这个功能性上的这个完善啊，我觉得这个改变还算是非常大了，而且在转动的过程中也是配合震动的啊，咔噔咔噔的。它的42毫米是非常的圆润，它是一个 2.5D 的一个弧面的一个玻璃，而这个小号的呢，功能性上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外表的这个玻璃跟尺寸是有区别的。上一代这个塑料感是非常强的，而这一次呢，这个明显啊更加高级了一些，这科技感也更强，它全部给集成到了中间的位置，而且它做了一个完全弧面的一个处理。表盘方面依旧是非常丰富，作为运动健康类的手表，这次它也推出了一些更商务一些的不锈钢和米兰尼斯的表带，也有更运动风格的这种尼龙表带，都采用了升耳式的设计，所以你只需要注意连接处的这个宽度啊，基本都可以搭配使用啊，适用不同的场景。现在把表带合适了，不论我怎么动，它的这个传感器都可以死的钉在我的这个手腕上面，而且这次传感器的数量呢也是增加了1倍，精准度呢也更强。后背这个材质啊，刚刚拿到的时候我以为是陶瓷的，它是复合材料加上了一个陶瓷的烤漆，但是你看着还有摸着都感觉。这是一个陶瓷，其实我感觉它整体更加向它自己那个 Watch 3靠近了。屏幕和重量我给大家打出来啊。其实手表呢，很多人比较关心这个厚度啊，我拿到手之后戴了一段时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，跟上一代。上一代这个46的应该是10.7毫米啊，这个是11毫米，增加了那么一点点啊。这个42的乳白色配上这个金色的表壳。女生戴着确实很有气质啊。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大小号续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啊。大号的这个智能模式下啊，14天2周啊，这个小号的7天啊，差了1倍。不过它也是支持先充电的，还有就是可以无线反充，你可以着急的时候用你的手机啊，这样来给它补一下电量。其实之前我们的视频中就提到过，就华为的 GT 系列呢，它有点偏向于大手环的这个性质。不过这次的 GT3呢，加入了应用商店。这个让我非常意外啊！这个一下就感觉不那么大手环了。不过目前啊，这个应用商店里边的 App 还是比较少的，有什么地图啊、什么计算器啊、万年历啊，还有一些数字华容道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开始吧，就是华为要把 GT 系列做得更加智能化，然后可拓展性也要更强。还有这个智能计算器它这里边有个应用是专注清单啊。就是可以实时在你手表上提醒你，因为手机不可能随时拿着嘛，但是你手表随时都在手腕上，来提醒你各种事项。我在最开始戴上这只 GT3 的时候，感受最明显的2个。第一个，照上一代真的是精致了很多，如果要是不注意的看的话，你感觉就和 Watch 3那个系列已经差不太多了。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流畅度啊，它是 AMOLED 的60赫兹的屏幕，而且这个优化的和完善程度已经算是非常好了。就是在各个的界面加上这个表冠之后，再配合上它的震动，这个流畅感确实照 GT2 系列要明显提升了一个等级。之前的 Watch 3系列体温检测啊，算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，这次它也加到了 GT3 系列里边了啊，就像是贴身带着温度计一样啊，实时可以测一下。这3款表这次都新增支持了高原血氧检测，比如你在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旅游的时候，可以提前预警高原反应的风险。还有一个偏日常向的功能，就是这健康3叶草啊，如果你要是长期佩戴的话，它能将你每天所有的健康目标全部都集合
合在这里，其实你就会不自觉的有些强迫症啊，想把它完成，还能够分享到其他平台。OK， 下一个啊，这个是 GT 系列家族的新成员啊 ，Runner 啊，听这个名字你也知道它是给跑步的爱好者专门准备的一只表，黑色高强复合纤维表壳，这个前壳它就不是金属的了啊，直接就告诉你了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减轻重量。我手上这只46的标准版的是42.6克啊，这个是38.5克，长跑马拉松什么的，这个越轻越好，肯定是啊。首先默认的这个，你看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跑步的一个界面，这只 Runner 倾向性就非常强了。首先就是它并没有采用这个 2.5D 或者说这种斜切的玻璃的形式，而采用的是一个凸起的形式啊，这个就更加保护你的玻璃，因为你在外出跑步的时候啊，这个环境可能会更加复杂一些。他说是可以实现马拉松跑道级别的这个精准定位。问一下大家，最长记录能跑过多少？我自己在大3的时候，最高记录啊，应该是可以跑一个半马，20公里左右。后背也是集成式的这种凸起的传感器，但是它没有陶瓷的那个烤漆，所以如果你特别强调质感的话啊，标准版那个肯定会更好，这个更加偏专业范一些。包括软件方面，还有这只表独有的乳酸阈值测量。乳酸阈值测量这个功能是 Runner 独占的一个跑步评估功能。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啊，根据手表的提示，设备就会根据你当前身体状态下的运动情况预测出心率阈值，也就是说它会主动提醒你，在低于这个阈值下的运动呢，能锻炼身体，也不易堆积乳酸，也就是更不容易形成疲劳感。对于刚接触跑步或者说需要进阶的跑者来说，算是一项不错的辅助功能。我们燕阳工作室非常擅长运动的小伙伴啊，试了一下它的这个跑步评价体系，配速和运动距离的这个精准度呢，可以说相当不错啊，比它之前体验的一些手表都要准一些。4公里的耗时误差大概在半分钟内，在运动结束之后，会对整体的这综合数据呢进行一个评估，在设备上生成这个跑力指数，会反映出比如说运动负荷、休息时间还有变化率之类的数据，有助于你自己做运动分析。关于这个双频5星定位啊，我们简单进行了一下户外实测啊，一共3只手表啊 ，GT2 啊、GT3 还有 Runner。从工作室的楼下开始啊，我们就围绕着楼下的这楚河汉街和拆秃了的万达广场进行户外步行。GT2 由于是单品定位，相比于2款新表呢，无论是搜行速度还是路径的精准度都不如这俩新款。新款在树荫和楼群里面不会有过多的干扰。这华谊健康里边的一个运动轨迹啊，它可以一键生成速度曲线、心率和耗时等等啊，这分享朋友圈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。OK 啊，这2个东西呢，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过一下啊。首先呢是 MateBook E 哎呦呵，哎呦，哇，真的太紧了。配件方面呢，就是65瓦的一个 C 口的充电器啊，体积不算小。双 C 口的数据线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绑带。它这个顶部呢，也是一个指纹识别的按键，就是你拿上手就感觉就跟这个 MatePad 的一个平板是一样的啊。但是它后背呢是一样有一个小小的悬浮，中间呢是有这个散热孔的啊。不过它全机身呢，这个中框上啊是没有任何断点的啊，所以完整性看起来还是挺好的。它直立的方式是从上往下掰，这样。啊，这个时候摄像头也就露出来了。它预制了一个家庭版的 Win11，参数我们给大家打出来啊，只说几个关键的。我们手里这台呢是16加上512的11代的 i7 的这个版本，它应该肯定有很多版本可供你选择。我自己说实话，我没有长期使用过这种平板电脑2合1的产品，就是我的电脑跟平板全部都是分开的啊。这种类型还是有它比较明确的受众的，比如说强便携，强 Windows 的这个办公系统的话，这个无断点我以为是塑料的啊，人家这是一个金属边框。屏幕方面是一个 OLED 的一块屏幕啊，激发亮度最高可以达到600尼特。这次华为加入了专业的色彩管理 ，MateBook E 有3档色彩模式可供选择啊，来适合不同的场景。我们体验中这自然模式可以更好的模拟纸张阅读的感觉，什么低蓝光、蓝银护眼 2.0 啊，这些护眼的功能也都给你加上了。中笔方面呢，它是通用的这个 M Pencil 2代笔，直接可以来进行使用。这个磁吸键盘后面这个铰链呢是可以悬停的啊，最高是这样，然后最低可以差不多在这个位置，可以悬停到这个位置啊。打字的手感也都啪啪啪的，感觉也都非常不错啊。不过它
这个触控板边缘的这块位置啊，比较容易沾指纹啊，而且它这个机身呢，做了这种类似于磨砂质感的处理啊，但是还是有点容易沾指纹。那最后一个啊，我们故意往里边装了很多啊，也是之前在微博上我看到图的时候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口红耳机，我觉得这应该算是男生的送礼物神器了啊！这个盒子的配色都很像一个非常精致的化妆品啊，它是玫瑰金的这个配色，华为 FreeBuds Lipstick 无线耳机，哎，打开，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哪个是？相对于他们来说，稍微黑胖了一些啊。这都是传统的口红，但是我们的小姐姐告诉我，这个叫唇釉，这个唇釉跟口红有什么区别啊？我这个钢铁直男确实不了解啊。这样抽出来啊，很有口红的感觉啊，因为它里边这个配色都是红色的啊，它这个磁吸的效果做得特别的好，就非常啪啪啪的那种，让人解压神器，咔哒的啊。之前做红屏的时候，这 TWS 耳机大部分我们体验的都是这塑料的啊，但是这款华为说采用的是奢侈品级的精钢，内含稀有微量元素钼啊 MO， 我这文科生化学确实是不行啊，说是保证了长时间使用的耐用性和抗腐蚀性啊，这种元素呢被广泛应用于航天和医学领域。它下边是一个 Type-C 的接口，然后按键也是在底部的。由于我们拿到时间太早了，还不知道它的这个官方参数，但是我们根据这段时间的实际体验呢，它应该就是一个 FreeBuds 4，它也是带降噪的啊，因为有些人天生他用不了入耳式的这种降噪耳机，要不然就是接受不了这种入耳的形式，要不然就是对耳压特别敏感。但是这种半开放式的，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，能给你做到20多 dB 的这个降噪。这个也是有一个明显效果的啊，因为它不是一个正棱形的，为了方便你识别呢，它给一边做了切边处理啊，这样你在扣的时候就比较方便，而且也做了一个玫瑰金的一个金属条啊，大家可以把精致这2个字打在公屏上啊，我让我们工作室的小姐姐们都看了一下，都挺喜欢的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，首先就是这个造型啊，是吧？这个放在一起没有违和感，而且特别精致。第二个就是这种接受不了耳压，或者说这种接受不了入耳式的啊这种耳机的，大部分都是女性啊，因为男生的这个整个体型啊、体态可能这个耳道稍微大一些啊，这个戴起来啊、接受程度啊都比较高。但是我们工作室4个女孩子啊，这个有2个都戴不了这种入耳式的耳机，比如索尼的那个，它就直接戴不进去啊，没有压力的半开放式降噪，再给你加上一个口红的 ID 啊，拿捏。我盲猜啊，这应该会成为男生的送礼神器啊，一个直接送口红太没新意了。哎，我送你口红，其实是一个降噪耳机啊，点赞。OK， 这期内容已经非常多了啊，我们主要把手表跟大家详细讲一下。这个受众应该也是最多的，但是这个口红，我觉得关注度应该也很高啊。想入手送给自己女朋友、老婆的，可以扣个1啊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啊，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嘛，我要的不多，3万就可以了。OK， 不关注点下方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啊，这个送给女生。